夜深了，你一個人躺在床上，心裡堵着一團說不出口的委屈。也許是工作上一次又一次的不順，也許是感情裡那道遲遲好不了的傷，也許只是那種說不清也道不明，卻沉甸甸壓在胸口的疲憊。你拿起手機，翻着長長的通讯錄，一個名字一個名字慢慢地滑過去，可滑到最後，你竟然發現這麼多人裡面找不到一個此刻可以真正打過去好好傾訴的人。那一刻，你是不是也曾在心裡悄悄地問過自己，為什麼活到今天，身邊看起來熱熱鬧鬧，真正懂我的人卻好像一個也沒有？我們每個人的身邊大概都有這樣一種人，你問他最近好不好，他永遠笑着說挺好的，都好。可只有在某個没有旁人的深夜，他自己才知道那句都好的背後藏着多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的心酸。他把日子过得看起來風平浪靜，把情緒收得滴水不漏，臉上掛着得體的笑，心裡卻早已躺成了一片汪洋。我們大概都做過這樣的人，也大概都遇到過這樣的人。我們把最狼狽的樣子藏在無人的角落，把最體面的一面留給白天的人群。我們學會了在別人問起的時候，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沒事，都過去了，然後轉過身，獨自一人把那些其實還沒過去的一遍又一遍地咽下去。這幾乎成了每一個成年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可是你有沒有靜下來想過，我們為什麼會活成這個樣子？是我們天生就這麼堅強嗎？還是說在一次又一次滿懷期待的訴說，最後卻只換來冷淡、敷衍，甚至是轉身離開之後，我們才終於慢慢地學會了沉默？在佛門裡流傳着這樣一句話，永遠不要向任何人訴苦。這句話乍一聽冷得讓人心裡發寒，他好像在說把苦都吞進肚子裡去吧，別讓任何人知道，一個人默默扛着就好。很多人就是這樣理解的，於是他們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把所有翻湧的情緒鎖進了心底最深的地方，還誤以為這種硬撐，這種沉默就是佛陀所教的堅強。可是我今天想告訴你，10個人裡面有9個都把這句話徹底理解反了。這句看似無情的話背後藏着的其實是佛法裡最深也最溫柔的一層智慧。今天這一期我們就一層一層的把它慢慢剝開，看看2000多年前那位覺者真正想要告訴我們的到底是什麼。我们先來說說絕大多數人究竟是怎麼會錯意的。一聽到不要訴苦，很多人腦子裡浮現的畫面就是一個把牙一咬，把淚往肚子裡吞，什麼都不說，硬生生撐着的苦行者。他們以為所謂的修行就是要把自己修煉成一塊沒有知覺的石頭，喜怒不形於色，悲歡不動於心。於是他們開始壓抑，開始偽裝，開始把每一次想哭的衝動都硬生生地按了下去。表面上看，這個人好像越來越沉穩，越來越成熟了。可是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情緒並沒有真的消失，他們只是被埋了起來，像一顆一顆的定时炸彈，在某個夜深人靜再也撐不住的時刻轟然引爆。這樣的理解不但不是佛法，反而離佛陀的本意隔了108000里。因為壓抑從來就不等於解脫，硬撐也從來就不等於智慧。一個把苦硬生生吞下去的人，那份苦並沒有消失，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在他的身體裡，在他的情緒裡，在一次又一次的失眠、心悸，還有莫名其妙的煩躁裡，反覆地折磨着他。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一個平日裡看起來情緒特別穩定，什麼都能忍，什麼都不計較的人，卻常常在某一天因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忽然徹底崩潰。旁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覺得他小題大做，卻不知道壓垮他的從來就不是那最後一根稻草，而是他背上那些他從來不肯讓任何人看見，日積月累壓上去的千斤重擔。
這樣的壓抑，就好像是把一團火硬生生地捂在自己的胸口。你以為只要不让它冒出烟來，別人就看不見，可是那一團火卻在暗地裡一寸一寸地灼燒着你自己的五臟六腑。很多身體上的病痛，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鬱結，追根究底，其實都是這樣一點一點憋出來的。所以佛陀要我們做的，從來就不是這種把苦悶死死堵在心裡的硬撐。真正的修行，不是去築一道高牆，把情緒統統堵死，而是去開一條水渠，讓那些情緒能夠先被看見、被理解，然後再被智慧的活水慢慢地引導着流走、化開、堵和疏。這一字之差，恰恰就是那絕大多數人都會錯了意的地方。所以你看，同樣是不訴苦，理解錯的人把自己逼成了一座隨時會崩塌的危樓，而理解對的人卻走上了一條真正通往自在的路。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差的不是一個字，而是整整一個世界。在我們繼續往下說之前，其實得先弄明白一件最根本的事：苦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這一生都躲不開它？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把人生的苦看得清清楚楚。他說，人這一輩子至少要經歷8種苦。生下來是苦，因為我們是哭着來到這個陌生世界的。慢慢變老是苦，看着自己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衰敗，卻無能為力。生病是苦，那種身不由己的折磨，誰經歷過，誰才真正知道。死亡更是苦，那是每一個人最終都必須獨自去面对的一道大關。除了這些，還有愛別離苦，你最捨不得的人偏偏要和你分離；還有怨憎會苦，你最不想見的人偏偏又要天天和你相見；還有求不得苦，你心心念念想要的東西偏偏就是求而不得。最后還有五蘊炽盛之苦，我們的身心時時刻刻都在種種的慾望裡翻騰煎熬。你看這8種苦，哪一種是你能夠躲得掉的？沒有一個人可以。這就是佛法裡一句最重的話：眾生皆苦。不管你是貧窮還是富有，不管你地位高低、名氣大小，只要你還活在這個世間，你就有你自己的一本苦經要念。明白了這一點，你就会忽然懂得，你想去訴苦的那個對象，其實他自己的心裡也正背着一座你看不見的大山。你以為你找到的是一個能為你分憂的港灣，可其實對方也是一個正在自己的風浪裡苦苦掙扎的行船人。讓一個正在渡自己苦海的人回過頭來替你渡苦，這本身不就是一件很為難也很不切實際的事嗎？那麼佛陀說的不要訴苦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先不急着給答案，先來看看最嚴謹的現代科学是怎麼說的。這些年有一個詞很流行，叫做硬核驗證，意思是說很多古人靠着直覺和智慧說出來的話，如今正被最前沿的科學一項一項的證實。而不要向任何人訴苦这句話，恰恰就是被現代腦科學狠狠驗證過的一句。我們常常以為把心裡的苦倒出來，跟人抱怨幾句，發洩一下，心裡就會舒服。可是神經科学家告訴我們，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美國有一位長期研究大腦的学者叫帕頓，他用一個非常清楚的比喻解釋了抱怨到底對大腦做了什麼。他說，我們的大腦裡有數不清的神經元，神經元和神經元之間隔着一道細小的縫隙。每當我們產生一個念頭，就會有一個神經元釋放出化學物質，穿過這道縫隙，把訊號傳給另一個神經元。就這樣，兩個神經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而最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這座橋你走得越多，它就變得越寬越牢固。
走起來也越輕鬆越省力。換句話說，你越是習慣抱怨，大腦裡負責抱怨的那條神經回路就會被你自己修得越來越通暢。到最後，你甚至不需要遇到什麼真正倒霉的事，你的大腦也会自动的、習慣性的滑向抱怨和負面的那一邊。抱怨這件事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在你毫無察覺之間重新塑造了你這個人。這還不是最讓人心驚的，人是群居的動物，我們的大腦裡有一種東西叫做鏡像神經元，它是我們能夠感同身受、能夠擁有同理心的基礎。可正因為有它，當你身邊有一個人不停地抱怨、不停地訴苦，你的大腦會在你完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被他的情緒一點一點地帶着往下走。你以為你只是在耐心地安慰別人，其實你正在被那些負能量悄悄地感染。反過來也一樣，當你不停地向別人訴苦，你不只是在消耗你自己，你還在一點一點地把心裡的那片陰霾種進那個願意聽你說話的人心裡。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總是訴苦的人，身邊的朋友會越來越少。不是大家不夠善良，而是每一個人都會本能地想要遠離那個會把自己也一起拖下水的漩渦。如果說神經回路的改變還只是停留在心理的層面，那麼接下來這些就是實實在在寫在身體上的代價了。有研究發現，長期的抱怨和負面情緒會讓大腦裡一個叫做海馬回的區域慢慢的萎縮。海馬回是幹什麼的呢？它掌管着我們的記憶，也掌管着我們解決問題還有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說，你越是愛抱怨，你的記憶力会越来越差，你在面对困难时想出办法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这是何等的讽刺！我們抱怨本來是渴望問題能夠被解決，可抱怨這個行為本身卻在暗中一點一點地拆掉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止如此，每當我們陷入抱怨和焦慮，身體就會分泌一種叫做皮質醇的壓力荷爾蒙，它會讓我們的身體瞬間進入一種備戰的狀態，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全身緊繃。偶爾一次沒有關係，可如果你長年累月的把自己泡在這種情緒裡，這種壓力荷爾蒙就會像一種慢性的毒藥，一點一點地侵蝕你的免疫系統，讓你變得更容易罹患高血脂、糖尿病、心臟病，甚至增加了中風的風險。你看，一句古老的不要訴苦，背後竟然牽動着我們這麼多的身心健康。原來佛陀當年的那句話根本就不是無情，而是一種看透了生命運作規律之後最深沉也最慈悲的提醒。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警惕，科學家發現習慣性的抱怨會不斷地強化我們大腦裡的一種思考模式，叫做反芻思考。什麼是反芻思考呢？就好像牛在反芻，把已經吃进肚子裡的草一遍又一遍地倒回嘴裡，再嚼一次。一個陷在反芻思考裡的人也是這樣，他會把那些痛苦的事、那些不甘的念頭在腦子裡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咀嚼，反覆回放，怎麼也停不下来。而訴苦恰恰就是給這種反芻火上澆油。你每對外人說一次，就等於在自己的心裡把那件傷心事又重新回放了一次，那道傷口也就跟着又被撕開了一次。日子久了，你的大腦就會越來越習慣往那個負面的死胡同裡鑽。甚至有研究指出，這種長期的負面循環還可能和某些大腦退化性的疾病扯上關係。你看，我們以為的那一句一吐為快，換來的竟然是這樣一筆怎麼算都不划算的賬。也許你會忍不住反問，可是不發洩出來，難道憋着就對嗎？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都相信一種說法，說情緒就好像高壓鍋裡的蒸汽，你不把它放出來，早晚有一天會爆炸。這個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於是很多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抱怨和發洩是保護自己的一種必要手段。可是就在2024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支研究团队
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們把过去長達40年所有相關的研究全部找出來，重新做了一次徹底的分析，結果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他們發現那個蒸汽會爆炸的說法根本就沒有扎實的科學根據，真相是向別人發洩憤怒，對着枕頭大喊大叫，甚至靠激烈的運動來宣洩，這些看起來像是在放棄的行為，非但不能讓你心裡的怒火平息，反而會讓你在一遍又一遍的重複訴說裡，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點燃了一團火，讓你陷得更深，也讓你和身邊人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到這裡，科學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了，訴苦和抱怨不但會改變我們的大腦，傷害我們的身體，還會在我們一遍又一遍的傾訴中，把那份痛苦刻得越來越深。可是，光是知道訴苦有害還遠遠不夠，因為佛陀那句話真正的重量，並不在於這些利與害的計算，而在於一個更深、更根本的生命真相。這個真相說出來只有8個字：苦樂自受，悲喜自度。什麼叫苦樂自受？佛門裡有一部經叫做《無量壽經》，這部經裡有幾句話，短短10幾個字，卻道盡了生命最本質的那一份孤獨。他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生獨死，獨去獨來。他還說，當一個人走到那受苦或是受樂的境地，這一切都得由他自己的身心去承擔，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去受，替他去擋。這幾句話，你越是往深處想，越會覺得心頭猛地一震。我們仔細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就是這麼一回事？你餓的時候，別人替你吃飯，你的肚子會飽嗎？不會。你困的時候，別人替你睡覺，你的眼睛會不澀嗎？不會。你生病的時候，那份痛，那份難受，就算至親至愛日夜守在你的床前，他們能替你分擔掉一分一毫的病痛嗎？也不能。同樣的道理，當你心裡最痛的時候，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圍在你身邊，就算他們都真心的想幫你，可是那份痛，那份只有你自己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痛，終究還是得由你一個人去嘗。這不是悲觀，這是實相。生命從最深的地方看下去，本來就是一場單人的旅程。你出生的那一刻，是你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你離開的那一天，也終將是你一個人悄然地走。中間這短短幾十年，看似有無數的人陪你走過一程又一程，可真正能走進你內心最深處，替你去感受、去承擔的，從始至終只有你自己一個人。這一份最深的孤獨，是任何深情都無法真正跨越的。你想一想，一個母親，無論她多麼疼愛自己的孩子，當孩子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時候，她能做的也只是在一旁心如刀割地陪着。那一份身體上的痛，她一分一毫都替不了。你再想一想，一對相守了一輩子的老夫妻，感情再怎麼深厚，當其中一個人走到生命盡頭的那一刻，另一個人也只能眼睁睁地握着他漸漸冰涼的手，卻無法陪他一起走進那一扇門。你看，在生命最深也最重要的那些時刻，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孤身一人。這不是要讓我們感到絕望，而是要讓我們早早的就認清這個真相，然後把那一份本該用來苦苦等待別人拯救的心收回來，好好的去修煉自己這一顆能夠獨自面對一切風雨的強大的心。佛法裡有2個很重要的詞，一個叫共業，一個叫別業。共業是我們和眾生一起造，也一起承受的。比如我們生在同一個時代，共享着同一片天空，也共擔着同一段时代的悲歡。可是別業就不一樣了，別業是專屬於你一個人的，是你自己的牲口，一點一滴造出來，也只能由你自己一點一滴去償還的。你這一生所遇到的苦與樂，說到底一大半都是你的別業。
既然是你一個人的別業，那又怎麼可能指望靠着向別人訴苦，就把它輕輕鬆鬆地轉嫁出去呢？你把心裡的苦說給100個人聽，那份業一分一毫都不會因此而減少，唯一改變的只是你在一遍又一遍的述說裡，親手把那道本來就快要愈合的傷口撕得更開也更深。所以你現在應該明白了，佛陀說不要訴苦，這第一層意思根本不是叫你冷漠，也不是叫你逞強，而是要你看清楚一個最樸素卻也最深刻的事實：你的苦本質上是無法轉讓的。既然無法轉讓，那與其把力氣都花在四處訴說，四處尋找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救世主，倒不如把這份寶貴的力氣收回來，用在自己的身上。這才是修行真正開始的地方。講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覺得佛法是不是太消極了？又是別業，又是自受，難道就只能認命，就只能默默地承受嗎？恰恰相反，佛陀從來沒有叫我們認命，他叫我們認清，然後親手去改變。佛法裡有一套最核心的道理，叫做四聖諦，也就是4個真實不虛的真理：苦、集、滅、道。這4個字其實就是一套完整的教我們如何從苦裡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地圖。第一步叫知苦，就是要我們先老老實實的承認並且看清楚苦是真實存在的，不逃避也不粉饰。第二步叫斷集，集指的是苦的根源。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的苦追根究底都来自于我們內心的貪嗔痴，來自於我們那些放不下的執着。要離苦，就得從斷除這個根源下手。第三步叫木滅，滅就是那個沒有煩惱、清涼自在的境界，我們要心生向往，把它當成努力的方向。第四步叫修道，就是踏踏實實的去走那一條通往解脫的路。你看，這一整套下來，哪裡有半分的消極？它分明是一種最積極也最徹底的自我拯救。而訴苦恰恰卡在了連第一步都還沒跨出去的地方，他只顧着把苦向外拋灑，卻從來沒有靜下心來好好的知苦，就更別提去斷那個苦的根源了。這就是凡夫和修行人在面對同一份苦的時候走上的2條截然不同的路。關於這個道理，佛陀曾經用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法點醒過他的弟子。這個故事很多人都聽過，可未必真的懂。有一天，一個弟子滿臉愁苦地跑來找佛陀，反反复复地抱怨，說自己的日子過得多麼多麼的苦。佛陀聽完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讓他去抓一把鹽來，把鹽倒進一杯清水裡，然後喝上一口。弟子照做了，喝完眉頭皺得死緊，說又鹹又苦，難以下咽。佛陀又不聲不響地帶着他走到一片清澈的湖水邊，讓他把同樣的一把鹽撒進這一整片湖裡，然後再捧起湖水喝上一口。這一次，弟子喝到的卻是清清甜甜的湖水，那把鹽的鹹和苦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佛陀就問他，同樣是一把鹽，為什麼在杯子裡那麼苦，在湖裡卻嘗都嘗不出來呢？弟子當場愣住了。佛陀緩緩地說，人生的苦就好比這一把鹽，它的分量從來不多也不少，就是那麼多。可是你所感受到的苦，卻取決於你用來盛裝它的那個容器究竟有多大。如果你的心只是一只小小的杯子，那麼一點點的苦就足以讓你的整個生命都變得又鹹又澀，苦不堪言。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心一點一點地修煉成一片寬廣的湖，那麼同樣的苦落進去就會被稀釋，被包容，再也翻不起什麼大的風浪。你看，佛陀的意思從來就不是讓我們去消滅苦，因為苦是消滅不了的，它本來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佛陀真正教我們的是去擴大那個承載苦的容器，也就是我們的心量。而一個總是急着把苦倒給別人的人，恰恰就是那個心量始終停留在一只小杯子的人。他從來沒有想過，其實真正的出路不在杯子的外面，而在於把那只杯子變成一片湖。所以不再訴苦，不是把鹽藏起來假裝它不存在，而是讓自己的心变得足夠寬廣，寬廣到那一把鹽再也左右不了你這一整片湖的清甜。這才是佛陀教給我們的第一個真功夫，修心量。明白了心量，我們再往更深的一層走。訴苦這件事，除了無法轉嫁，除了會撕開傷口，它背後其實還藏着一個我們最不願意去面對的真相，那就是因果。在《佛說42章經》裡記載着這樣一段對話。有人聽說佛陀是一位得道的聖者，心裡很不服氣，就跑到佛陀的面前，用最難聽的話破口大罵。佛陀從頭到尾只是安安靜靜地聽着，等這個人罵累了，骂完了，佛陀才用一種很平靜的語氣問他：如果你送一份禮物給別人，可是別人不肯收，那麼這份禮物最後會回到誰的手上呢？那人想都没想就說：那當然是回到我自己的手上。佛陀微微一笑，說：同樣的道理，你今天用這些惡毒的話來罵我，可是我一句都不接受，那麼這些話連同他們所帶來的災禍，就只能原原本本地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了。這個故事的分量不只在於教我們如何去面對別人的辱罵，它更點破了一個宇宙間顛撲不破的法則：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你發出去的是什麼，最終回到你身上的就是什麼。古人有一句話說得很重：上天降下的災禍，你或許還躲得過，可是自己親手造下的惡業就再也逃不掉了。這句話聽起來很嚴厲，可它背後卻藏着一個天大的好消息。既然一切都是自己造的，那就意味着改变的那把鑰匙也一直牢牢地握在你自己的手裡。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诉苦这件事，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向人抱怨命運如何不公，抱怨別人如何虧待了我們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做一件什麼事呢？我們是在把自己牢牢地釘在受害者的那個位置上，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了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卻唯獨忘了回過頭來好好看看自己。而佛法要我們做的恰恰相反，它要我們把目光從指責外界一點一點地收回到關照自己。因為只有當你願意承認我今天所受的這一切，無論是好是壞，都和我自己脫不了關係的時候，你才算真正的拿回了改變命運的主動權。訴苦是把力量交出去，是在說我沒有辦法了，都是你們害的；而修行是把力量拿回來，是在說這由我來承擔，也由我來改變。這一出一進之間，就是凡夫和覺者最根本的分野。說到把力量重新拿回自己手裡，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特別耐人尋味。宋朝的大文豪蘇東坡有一回和他的好朋友佛印禪師一起去遊覽一座寺廟，走進大殿，蘇東坡一抬頭，看見那尊觀世音菩薩的像，手裡竟然也捻着一串念珠。他覺得很奇怪，就問佛印：世間的人遇到苦難都會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求菩薩保佑，那麼菩薩自己手裡也拿着念珠，又是在念誰的名號呢？佛印回答得很妙，他說菩薩念的也是觀世音菩萨。蘇東坡更糊塗了，菩薩為什麼要念自己呢？佛印緩緩地說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因為菩薩比我們每一個人都更清楚，求人不如求己，靠別人永遠不如靠自己。這個故事短短幾句話，卻像一記重錘，敲在每一個總是習慣向外尋求依靠的人心上。你想想看，連法力無邊的觀世音菩薩，在面對困境的時候，都選擇了回過頭來，
依靠自己。那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又憑什麼一遇到點事就急着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別人的身上呢？有一本小說裡問過這樣一句話：如果生命是一條孤獨的河流，那麼誰會是你靈魂的擺渡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有很多，可是一個真正成熟的人，他心裡的答案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自己。請你特別注意，這裡藏着一個非常關鍵也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分寸。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向人求助。佛法從來沒有叫我們拒人於千里之外，把自己活成一座冰冷的孤島。求助和訴苦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求助是帶着解決問題的明確目的，清清楚楚地說出我現在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幫忙，它是主動的，是向前看的。而訴苦呢，往往只是一種情緒的倾倒，它不為了解決什麼，只是想找一個人把心裡的怨氣和委屈一股腦的全都倒出去。前者讓你離問題的答案更近了一步，後者卻只会讓你停在原地，把那道傷口越舔越痛。能看懂這一層分別，你才算真正讀懂了佛陀那句話裡最深的用意。可能還是會有人問，那難道我這一輩子就一句苦都不能對人說了嗎？難道連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傾訴了嗎？當然不是。這裡我們要再分清楚兩個聽起來很像，其實卻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叫訴苦，一個叫傾訴。它們最大的差別在於一顆心。訴苦是把對方當成一個情緒的垃圾桶，你只管往裡倒，倒完了自己是輕鬆了，卻把那些負面的東西一股腦的全塞給了對方，而且今天倒，明天還倒，永遠沒有個完。而傾訴呢，是在一個真正懂你也真心愛你的人面前，坦誠的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打開。你們是在彼此靠近，是在一起尋找面对困难的力量。話說完之後，你不是把包袱丟給了他，而是你們兩個人一起都變得更有力量了。所以佛陀不是不讓你說，而是讓你學会選對人，也選对方式。真正值得你敞開心扉的，是那種聽完你的難處不會四處張揚，不會看你笑話，反而會靜靜地陪着你，給你力量的人。這樣的人在你的一生當中能有2-3個，就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除了這樣的知己，其餘那些泛泛之交，那些只會在背後把你的傷心事當成茶餘飯後談資的人，你的苦一個字都不必對他們多說。這不是冷漠，而是一種難得的清醒，是懂得把自己心裡最柔軟的那個地方留給最值得的人。守口如瓶，從來不是要你把心鎖成一座冰冷的死牢，而是要你學會做自己情緒真正的主人。該說的時候坦然地說，不該說的時候就安安靜靜地把它放在心底。好，說到這裡，我們終於可以回過頭來回答最開始那個問題了。佛陀說的永遠不要向任何人訴苦，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你應該已經明白了，他從來就不是叫你把情緒硬生生地壓下去，最後憋出一身的病。他也不是叫你拒絕一切的善意，冷冰冰的一個人硬扛。他真正的意思是一種更高級也更成熟的活法。他是在告訴我們，不要再徒勞地把解脫的希望寄托在向別人倾倒痛苦這件毫無用處的事情上，因為这世上真正能夠對你的苦感同身受的人實在是太少太少了。有一句話說得很直接，也很扎心，你心裡的苦，這世上大約只有20%的人根本就不在意，而剩下的那80%聽了之後，說不定心裡還會暗暗地鬆一口氣，慶幸那些倒霉的事沒有發生在自己的身上。這話聽起來很殘忍，可它卻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看清的人情真相。每一個人都背着自己的兵荒馬亂，都忙着趕自己腳下的路，
實在是沒有多少餘力去真正走進你的那一場風雨裡。更何況人生中最深的那些苦，往往是根本無法言說的。有一种痛，你就算把它翻来覆去的向人描述上1000遍，对方所能理解到的也不過是那真实痛楚的1/1000而已。因為那份感受是连着你所有的过往，你所有的记憶，你独一无二的整個生命才長出來的東西。它太深，太複雜，任何言語走到它的面前都顯得那麼蒼白，那麼無力。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難言之隱。既然連說都說不清楚，那麼四處去訴說又還能有什麼意義呢？到頭來，那一份最深的苦，也只有你自己的心才盛得下，也只有你自己的生命才化得開。這或許就是佛陀之所以要我們把目光重新收回自身的另一個很深很深的缘由。所以不訴苦真正的含義，是把那份原本要浪費在訴說上的能量全部收回來，轉化成向內修行的力量。它是一種轉念的功夫。當一件苦事發生，凡夫的第一反應是，我要趕緊找個人說說，我要讓別人知道我有多委屈，多不容易。而一個懂得修行的人，他的第一反應卻是，我從這一件事情裡面能夠看見自己什麼樣的執着，我能不能借着這一份苦長出一點什麼樣的智慧。你看，同樣的一件苦事，一個人把它变成了到處散播的怨氣，另一個人卻把它變成了滋養自己生命的養分。這中間的天壤之別，全都在於一個念頭的轉與不轉。那麼當苦真的來了，我們不去訴苦，又能做些什麼呢？其實佛法早就給了我們答案。你可以靜下來，只是安安靜靜地陪着那份情緒，看着它，就像看着天邊的一朵烏雲，不推開它，也不被它捲走。你會發現，再濃的烏雲也終有散去的時候。你可以拿起筆，把心裡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寫給自己看。在書寫的過程裡，那些亂成一團的思緒會慢慢地變得清晰，你會漸漸看清自己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麼。你也可以轉念，試着換一個角度去看待眼前這件讓你痛苦的事，問一問自己，這件事除了帶給我痛苦，是不是也在逼着我成長，逼着我變得更強大？當你開始這樣做的時候，你就不再是那個被情緒推着走的人，你成了那個能夠駕馭自己情緒的人。我給你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同樣是被人誤解，被人辜負。一個習慣訴苦的人，心裡想的是，我對他那麼好，他怎麼可以這樣對我？我一定要找所有人來評評這個理。這個念頭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讓他在憤怒和委屈裡一困就是好幾天，甚至好幾年。可是一個懂得轉念的人，他會先停下來，問自己幾個問題：這件事是不是在提醒我？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是不是在教我以後要把自己的善良用在更值得的地方？是不是在告訴我，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走一段路，緣分盡了，學會放手，其實也是一種成全。你看，同樣一件傷心事，念頭這麼一轉，它就從一把插在你心口上的刀，變成了一位讓你變得更通透、更成熟的无聲的老師。這就是轉念的力量。它不改变那件已經發生的事，卻能徹徹底底地改變那件事在你心裡的分量和顏色。這裡還藏着一個我們常常忽略的真相，那就是無常。佛法告訴我們，這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的，都在不停地流轉變化。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傷感，可它其實藏着最大的慈悲，因為它意味着再深的苦也不會是永恆的，它一定會過去。你此刻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的那件事，3年之後、5年之後，等你再回過頭來看，很可能早已雲淡風輕。而訴苦恰恰是在做一件違背無常的傻事。
他靠着一遍又一遍的反復訴說，硬生生的把那一份本該隨着時間慢慢流走的苦，牢牢地釘在了原地，讓他遲遲無法過去。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給時間一點時間，他不去攪動那一潭渾水，只是安安靜靜地等那些泥沙慢慢地沉澱下去，等那一池的渾濁重新變回最初清澈的模樣。真正的修行人不是沒有苦，恰恰相反，他們一生所經歷的風雨未必比誰少過，他們只是選擇了把苦自己慢慢地咽下去，然後在心裡一點一點地去消化它，轉化它。不是不辛苦，只是他們早就明白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自己的訴說，除了給彼此都增添一份沉重的負累，並不能真正解決任何事。於是他們用一副輕鬆的表面蓋住了所有的低落，扛着沉甸甸的壓力，不动聲色地繼續往前走。這種安靜不是麻木，而是一種看透之後的溫柔，一種歷盡千帆之後的從容。只說幸福，不訴滄桑，這不是虛偽，而是對別人的一份體貼，更是留給自己的最後一份體面。這裡我想跟你分享一個很真實的故事。有一個男人早年白手起家，事業做得風生水起，順風順水的時候，身邊圍滿了人，大家都爭着來投靠他，向他討教，人人都誇他有本事。可是後來他遇人不淑，被人狠狠地騙了一把，幾乎在一夜之間把辛苦積攢的家業賠了個精光。所有人都在背後說他這下算是徹底垮了，傻了。可事實上他一點都不傻，他沒有再去向身邊的任何一個人借過一分錢，也沒有把自己的這段遭遇逢人便說，逢人便訴，更沒有花一絲一毫的力氣去向誰解釋什麼，因為他心裡跟明鏡似的，現在多說什麼都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的重新站起来。這一段路走得無比艱辛，可他知道這條路也只能靠他自己一個人默默地走完。後來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到了，他真的又重新站了起来。你看，一個人最深沉的力量往往就藏在他最沉默的那段日子裡。這個世界其實一直都是這樣運轉的，我們常常羨慕別人的歲月靜好，卻不知道那一份靜好的背後，是別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獨自負重前行才換來的。哪有什麼天生的幸運兒，不過是有人把所有的苦都自己一個人扛了下來，然後只把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給了這個世界。所以下一次當你又忍不住想要向人訴苦的時候，不妨先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告訴自己，我的苦我自己扛得住，我的路我自己走得穩。你要相信，每一段獨自咬着牙走過的黑暗，到最後都會變成你腳下最堅實的那一段路，也會變成你眼裡別人再也奪不走的光。而最奇妙的地方在於，當你真正放下了訴苦這個習慣，你會發現你的整個世界反而開始悄悄地變好了。這聽起來很矛盾，卻是千真萬確的規律。你想想看，一個整天愁眉苦臉，逢人就倒苦水的人，和一個雖然也歷經風霜，卻總是平和從容，眼裡始終有光的人，你更願意親近哪一個？答案其實不言而喻。沒有人願意長久地待在一個負能量的漩渦旁邊，可幾乎每一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那種安靜而堅定的力量所吸引。你仔細去觀察，就會發現，那些真正活得通透，也活得有魅力的人，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氣質，那就是不抱怨。他們不是沒有遇到過難事，而是他們早就把抱怨的時間全都拿去解決問題了，把訴苦的力氣全都拿去修煉自己了。於是日子久了，別人還在原地一邊訴着苦，一邊打着轉，而他們卻早已在沉默中走出了很遠很遠。所以當你停止了訴苦，
你非但沒有失去別人的支持，反而會因為你身上散發出來的那份沉穩和溫暖，吸引來更多真正懂你，也真正願意與你並肩同行的人。這就是生命裡一個極深的悖論。你越是急着去抓取別人的同情，同情就離你越遠；你越是不再向外苦苦所求，反而活得越豐盈，越有力量。因為此時的你已經不再是一個嗷嗷待哺，等着別人來填滿的空杯子，你自己已經成了一口能夠源源不斷湧出清泉的活井。你和別人的關係也從此不再是索取和消耗，而是分享和滋養。你去愛一個人，是因為你的心裡有滿滿的愛可以給出去，而不是因為你空虛，需要靠着別人來把自己填滿。這樣的關係才是真正健康的，也才是真正長久的。說到这裡，其實還藏着一層更深也更動人的意義。你有沒有想過，一個連自己的苦都消化不了，只會四處訴苦的人，他真的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嗎？很難，因為他自己都還在泥沼裡掙扎，又哪裡來多餘的力氣去拉別人一把呢？可是一個已經學會了自渡的人就完全不一樣了。他趟過了自己的苦海，他知道那水究竟有多深，也知道是怎麼樣一步一步游上岸的。所以當他看見別人也在同樣的苦海裡浮沉時，他才能夠真正的感同身受，也才能夠給出最實在最有用的那一把力量。這正是佛法裡一個很動人的次第，先自度，而後才能度人。我們常常敬仰的那些菩薩，他們並不是天生就沒有苦，而是他們早已把自己修煉得足夠圓滿，足夠有力量，所以才能夠倒過來成為千千萬萬眾生的依靠。你看，這和訴苦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訴苦是不斷地向外索取，把自己的能量越掏越空，而自度是先把自己修煉成一座能量的源頭，然後才有源源不斷的光和熱可以分給別人。一個總想着靠別人來拯救自己的人，永遠也長不大。而一個立志要先度好自己的人，終有一天會活成別人生命裡的那一道光。所以你看，佛陀讓我們不要訴苦，這哪裡是讓我們變得冷漠，這分明是在為我們指出一條既通往真正的慈悲，也通往真正的強大的光明大道啊。聊到這裡，我特別想借用一個現在很多人都熟悉的比喻。如果我們把人生看成一場宏大的遊戲，那麼每一個人其實都在獨自地闖着只屬於他自己的那個副本。你有你要過的關，我有我要渡的劫。你所遇到的那個讓你夜不能寐的難題，在別人的地圖上或許根本就不存在。同樣，別人正在苦苦掙扎的那一道坎，在你這裡也許早就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就是為什麼你很難指望別人能夠真正理解你的苦，因為你們根本就不在同一個副本裡。你們的血條不一樣，裝備不一樣，要打的怪，要闖的關，全都不一樣。當你揮舞着手裡的木棍，在自己的那片荒野上獨自搏鬥的時候，是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你上場的。那一把劍只能你自己握，那一條路只能你自己走，那一個最終的大關也只能由你自己一件一件的去闖。可是你千萬不要因此就感到孤單，感到害怕，因為你要知道，這世上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此時此刻也正和你一模一樣，在他們各自的副本裡獨自的咬着牙堅持着。你並不孤單，只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那一份堅持都得靠自己去完成。這種感覺就好像深夜裡一整座城市的萬家燈火，每一盞燈的背後都有一個正在為自己的人生默默打盼的靈魂。我們彼此看不見，也互不相识，卻在同一片沉沉的夜色裡遙遙地
互相照亮着。想通了這一點，那一份孤獨就不再是冰冷的了，它反而多了一絲同是天涯人的溫暖和悲憫。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那句話最深的落點：人生終究是一場單人的修行。請你注意，這裡的單人說的不是孤僻，不是絕情，更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誰也不理。他說的是一種清醒的覺悟，一種對生命實相的了然於心。他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再把自己生命的重量妄想着卸下來，交給別人去背，因為那份重量是任何人都背不动，也背不了的。你要走的那条路，終究得你自己走完。你要修的那顆心，終究得你自己修好。你的苦，你的樂，你的悲，你的喜，從頭到尾都是你一個人的功課，也是你一個人的成全。當你能夠坦然地接受這一點，不再怨天，不再尤人，不再苦苦地向外去尋找一个並不存在的救兵，你會忽然發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和力量正從你的心底緩緩地升騰起來。原來一個扛得住風雨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屬於他自己的那一片晴天。所以讓我們回到最開始那個夜深人靜，一個人躺在床上，翻遍了通訊錄，卻找不到人傾訴的時刻。現在的你還會覺得那是一種悲哀嗎？我想讀懂了今天這一番話的你，或許會有一個全新的答案。那一刻的孤獨其實不是懲罰，而是一場鄭重的邀請。他在邀請你把那份一直向外張望的目光，第一次真正的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他在告訴你，你比你自己所以為的要強大得多。你不需要一個擺渡人，因為你自己就是那個最好的擺渡人。苦樂自受不是認命，而是一種擔當；悲喜自度不是孤單，而是一種自由。你要試着把自己活成一座山，山從來不向任何人訴說他曾經歷過的那些狂風暴雨、電閃雷鳴，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把所有的風霜雨雪都化作了自己身上最蒼翠的森林，最深厚的泥土。他不言不語，卻自有一種讓萬物都願意為之依靠的磅礴的力量。一個人最了不起的模樣，其實也正是如此，把苦難活成了風景，把沉默活成了力量。當我們終於學會了把自己的苦安安靜靜地咽下去，再把它化作腳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們就不再是那個等待被拯救的人，而成了自己生命裡那個最沉穩的擺渡人。我們依然會與人相逢，依然會彼此溫暖，只是那一份溫暖不再是出於匱乏的索取，而是源於豐盈的給予。這才是佛陀藏在那句冷峻話語背後最深也最暖的一份祝福。其實佛陀那句永遠不要向任何人訴苦，說到最後，他所指向的並不是一種孤僻的活法，而是一種圓滿的境界。他指向的是一個人終於能夠在自己的心裡為自己撐起一整片天，安放好一切的風雨，那一份深深的篤定。當你真正走到那個境地，你會發現你不再需要從別人的嘴裡去討一句安慰，也不再需要從別人的眼裡去尋一絲認同。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堅實的靠山，最溫暖的港灣，也是最智慧的老師。這種感覺不是孤獨，恰恰相反，那是一種歷經千帆之後的圓滿的自足。